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我是以威。今天想跟大家聊一点技术哦，等等，别皱眉头，不要觉得说，好像技术觉得很难。我保证你听完之后会觉得说，其实通信虽然很专业，很多技术观念其实很好理解的哦。首先我们来讲讲一个最基本的通信模型会有哪些组成。想象一下，今天如果你和朋友在咖啡厅聊天，参与这场聊天过程的有谁呢？你说话，你是传输端 transmitter， 朋友听你说话，他是接收端 receiver， 还有吗？怎么可能有呢？有鬼吗？当然是有了。你朋友会听到来自隔壁桌的情侣聊天，会听到咖啡厅的背景音乐等等，整个环境也参与了通信的过程。所以我们将这整个环境统称为通道 channel。好，所以一个基本通信模型就是由 transmitter、receiver 还有 channel 传输端、接收端以及通道所组成。接下来我们就依序介绍这3本书。第一位登场是传输端，它负责想办法快速有品质传输资料。前面我们提过通信的资料基本单位是位元，就是0或1这样2进位数字。传输端收到来自应用层资料，比方说一段影片或是一封 email， 的确是位元。可想想看传输端要怎么把0或1这个数字传出去呢？说到这边我想到一个故事，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我朋友在补习班跟别校女生告白，他要传纸条，然后对方回的纸条上面写着说，再给我多一些时间。接着我就看到我朋友低头猛写，我想说，奇怪，人家都说要给他多一点时间，那你在那边写那么多，好逼人哦。然后就凑过去看，他就站在纸上满满的写了满满的时间2个字。后来我们在一起嘛，我就保护当事人。但你要怎么样叫传输端传送0或1呢？他不可能用说的也不可能像我朋友一样用写一大堆吧。再回想一下，我们用电磁波传递信号，电磁波虽然不能说话，但可以不传讯号。也就是说今天最简单的传输方式就是位元1传电磁波，位元0的那段时间对应就不传电磁波。你也可以想成手电筒，手电筒亮是1，不亮是0，这样子利用传跟不传来表示位元1跟0，就是一种调变技术。调变这个专有名词意思就是指把资料放在电磁波上面。那你觉得还有什么调变的方式呢？数学上我们最喜欢说一般化，就是推广你的想法，举一反三的概念。传或不传呢？我们觉得更进一步把它推广成振幅是0或1。振幅就是这个波形起伏的大小，或是可以想象成具体点，就是那种健身那种战绳，甩得越大力，振幅就会越大；甩得越小力，振幅就会越小。如果把传跟不传改想成是振幅0或1，你就很容易想到说，那可不可以有振幅0.1、0.2、0.3，或是传统手电筒只有亮或不亮，但 iPhone 手电筒可以调整好几个等级的亮度这样子会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大啦。比方说传与不传相当于振幅分成2个等级，所以能传0跟12种位元。如果我能区分出4种不同等级的振幅，每一种振幅就能对应到2个位元，00、01、10跟11。如果能够分出8种不同等级的振幅，每种振幅各自对应到000、001、010、011、100、101、110、111，总计一次传输就能传3个位元。传递速率是只用传跟不传的3倍。稍微整理一下所以这边的数学意义是，如果我能够把振幅分成2的 n 次方种大小，就可以传出 n 个位元。传输速率是最阳春版本的 n 倍。大家知道这种传输速率提升 n 倍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说过，传输速率跟频宽有关，或是跟天线数量有关。频宽变2倍，传输速率变2倍，但频宽有限又很贵，所以这种加速代价很高。天线数量变4倍，传输速率只会接近4倍，但对应的信号处理会变得非常非常复杂，接收端的功率会消耗很快，一下子可能的手机就没电了。可是在调变这边，传输端只要想办法把振幅分割的细一点，传输速率就能够直接增加。看起来超棒的，真的吗？你觉得它有没有付出什么成本呢？想想就知道说答案是传输品质。我们可以想看如果只有传或不传，接收端很容易分辨。但如果今天我们在振幅0到1之间被切割成了1024个等级，虽然你可以传10个位元，可是1024分之1跟1024分之2超接近，接收端很容易搞混，不知道你到底是哪一个等级所以就判断错误，导致传输品质变差。那传输错误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不仅仅跟你每次想传几个位元有关，也跟通道品质有关。所以
接下来就让我们介绍第2位主角通道的登场吧。某种程度上通道在系统里扮演坏人的角色，还会对信号带来各式各样的伤害。这边要稍微强调一下很多人开始学通信的时候会觉得通道只代表电磁波在空气中传递的这一段那不只是这样子电路硬体本身也有一些非理想效应。意思就是说，我原本以为会这样，但结果现实根本不是这样的状况。比方说，我们在传输信号的时候，理论上接收端会跟传输端同步，知道说，什么时候信号会传过来，我要开始收信号，然后再把信号恢复成传输端送过来的样貌。但一样，理想上是这样，现实上就是接收端有时候会提早一点点开始收信号，或是慢一拍开始收信号，等到信号收集来之后才发现说这个时间没有对齐，这个叫做时间漂移 （timing offset）。你开始研究通信系统之后呢，就会发现有各式各样的原本以为这样，现实状况完全不是这样的非理想效应。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Sampling clock offset、phase offset、IQ imbalance 等等，这些很多都是传输端跟接收端没有同步好的问题。但这个要好好讲的话，我们得再新开一篇，所以这次先按下不表。通道效应最常见的则是杂讯 （noise）。杂讯很多各种不同的成因那各种成因与各种杂讯加总起来，就变成了随机的干扰。你可以想象成是一开场我们讲到餐厅里其他人的声音集合起来的信号。通常杂讯会比信号小，但有时候遇到那种杂讯超级大，像小巨蛋演唱会一样的状况。想想看，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办？我们讲话就会自动放大音量，让我们想讲的话盖过演唱会的歌声。虽然这样子对于旁边观众来讲说，我们的声音才是杂讯，歌手声音才是讯号。好，那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比喻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与其关注杂讯的强度，我们应该更重视信号跟杂讯的能量比。专业的术语说法是 Signal to Noise Ratio， 简称 SNR， 或是信号杂讯比，也有人直接叫它信噪比。这个名词就可能你会听过。那不只用来通信很多跟信号相关的领域都有。那通常传输端会根据目前通道杂讯状况去调整自己的传输功率。如果通道品质很好，传输功率就会低一些；反之，传输功率就会再高一些。同样请思考看看，为什么传输功率不设定成一直很高就好？你可以想看说，你有时候那个烫烫的手机或者动不动就需要接上行动电源的窘境，你就不会想要用传输功率太高。你用最少的能量传递资讯，这才是有效率的传输方式。那有人可能会好奇说，你说杂讯是随机的，那它该怎么处理呢？都没有任何特性吗？有，通常我们会用高斯分布来描述杂讯。所谓的高斯分布也就是常态分布，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像是全校同学身高体重或者是沙琪玛重量。我们之前有做过实验，实测快200个沙琪玛，发现它们的重量也呈现常态分布。然后呢，我们就吃了很久很久的沙琪玛。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看我们另外一支影片。大自然很多随机的数值都会呈现常态分布，中间最多，两边最少。那虽然讲杂讯但常态分布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它让我们看见说，就算是看起来很混乱、很随机的事物，如果你看得够透彻，依然可以发现它存在某种规律。最后，我们就来介绍第3位主角——接收端。前面我们说，通道是反派角色，是制造各种问题的。那接收端就是问题解决者，他必须把通道造成的所有问题都一一解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如果传输端用没传表示0，传电磁波强度9表示1，理论上接收端很好判断。可是如果通道杂讯让信号变得脏脏的，那个杂讯会以相加的效果去影响接收讯号，这个我们称之为加成性的高斯白杂讯 （Additive White Gaussian Noise）， 简称 AWGN。它的数学表示法是 Y 等于 X 加 N， 那 Y 是接收端的信号 ，X 传输端传的东西 ，N 就是 noise， 也就是高斯杂讯。接收端收到有可能是2，有一点杂讯能量被接收到了，那接收端就去判断说，在一条数线上，2距离0比较近，距离9比较远，所以传输端应该是没有传东西啦，2是杂讯。那这个判断还蛮简单的。可是我今天接收端收到的是4，那就有点尴尬咯，因为理论上还是距离0比较近，可是你也不能排除说有可能杂讯是强度-5的反向信号。那更挑战来了，如果我们今天把强度0到9分成4段，0、3、6、9，传输端这4种强度的振幅分别对应到00、01、1011。那今天接收端收到 1.6， 到底是可能性 A， 传输端传0杂讯 1.6， 可能性 B， 传输端传3杂讯-1.4呢？答案是 A、B 都可能，只是发生几率不一样。杂讯是常态分布，强度越小越有可能发生，所以 B 的杂讯绝对值只有 1.4， 比 1.6 小，就还是比较可能发生。因此我们判断是传3。
上面这样的思考过程也可以想成把0、3、6、9这4个数字点在数线上，标出它们两之间的终点。接收端呢，就是根据这些终点划分出好几个区域，只要接收讯号落在那个区域里，解出来就是那个区域对应的传输信号。比方说，只要小于 1.5 的就一律判断为0，在 1.5 到 4.5 之间一律判断为3。这个技术称为 quantization 或是 slicing， 就是要把接收的无限种可能重新拉回有限的几种传输信号可能。从这边你也看到说，前面说的传输端如果一次想要传越多的位元，把振幅切越细，就越会让接收端困扰，越容易接收错误信号的原因。因为如果切越细，每个传输信号对应的判断范围就很小，很容易因为一点点杂讯就跑到别人的手背范围去。到这边我们就讲了接收端处理杂讯这件事情，前面还有各式各样很多的漂移非理想效应都还没有讲，你就想象接收端会有多复杂了。以上就是数位通信系统的3本柱：传输端、通道、接收端的简单介绍。实际上它们都还有更多的功能，会更复杂，整个通信系统也有更多的范围。像比方说，我的研究比较专长在数位物理层的演算法跟电路设计，但还有类比电路网路层等等不同面向，真的是一门很博大精深的领域。那你也可以看到，通信基本上就在解决各种非常实际、全世界几十亿人每天会遇到的科技问题。所以，如果你对于挑战很难的数学、物理、演算法问题很有兴趣，我觉得这里应该是个宝库，有挑战不尽的难题。而且挑战成功之后，不仅有很大的商业价值，也真的是帮助通信科技更进一步，让全人类享受更好的通信服务。有没有跃跃欲试呢？这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数感实验室，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